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有些关系，明明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却越来越让你精力透支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太敏感？是不是太冷漠？甚至觉得，是不是我这个人有问题？先别急着下结论。大多数人在关系里卡住，并非性格问题，而是一直在用着一套早就过期的应对系统。在真正拆解这套系统之前，先问自己，你现在的关系是滋养你，还是在消耗你？很多人痛苦不是因为某一个人，而是你在每段关系里都在重复同样的旧方式，下意识解释，退让忍耐，明明不舒服，却选择配合，害怕冲突，所以先委屈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回忆，我天生不适合相处吗？但真相是，这些反应并不是你想出来的，而是长期训练出来的自动模式。第一章痛点下潜，关系为什么消耗你？很多人以为自己难相处，其实真正困住你的是旧系统。旧系统常让你委屈自己，精力被吸干，拖延决策，错过机会，情绪失控，关系反复伤害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不，什么时候坚持。你可能经历过，情绪被牵走，一句话，一个表情就能让你整天心绪不宁。在工作时，你脑子里还反复回放，我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你不是玻璃心，只是习惯性把情绪控制权交给别人。明明不想答应，却点头了。你心里清楚不该做，但嘴巴却说了，好吧，算了，我来。事后你后悔，却告诉自己别想了。实际上你并非不想拒绝，而是不知道怎么拒绝才不会内疚。忙碌却没进展，付出时间精力耐心，却没获得尊重或稳定关系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是不是我付出的不够多？这恰恰是最容易让人被消耗的地方。把忍当成熟，把退当情商。从小被教会不要冲突，要懂事，顾全大局。于是你学会压住情绪，吞下不满，隐藏真实想法。表面上关系还在，你自己却慢慢消失了。心理学洞察，长期压抑自己会激活大脑自动迎合模式，让你越想控制，越被旧系统绑架。第二章关键翻转，这不是性格问题。你在人际关系里的很多反应，并不是你性格如此，而是你从来没被教过在关系中保留选择权。很多人以为自己不够成熟，太敏感，太容易内疚，但真相是，你只是太早学会了忍，却没学会什么时候可以不忍。当你开始意识到，原来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反应的，那一刻，觉醒已经开始。觉察案例：小顾每次和上司开会，总觉得要把所有细节解释清楚，否则怕被误解。他表面冷静，内心焦虑。会议结束后反复回想自己哪里不够好，事实是他的旧系统已经自动把讨好上司等安全模式嵌入脑里，完全不由自主。觉察就是认识到，我并非自愿焦虑，这只是旧系统在自动运作。第三章觉醒信号，你的旧系统在偷偷消耗你。觉醒第一步，看清自动模式。你不是决定忍，而是一紧张就忍了。你不是想讨好，而是害怕关系破裂。你不是随意付出，而是恐惧在驱动你。这些反应并非出于选择，而是系统自动运行的结果。而这套系统正在一点一点消耗你的精力、情绪和边界。觉醒第二步，你开始不再自动答应事件。真正的变化，并不是你突然变得果断，而是你第一次停下来，不急着回应任何人。第一个停顿点，这一刻的答应是我内心真正的意愿，还是我害怕失去关系？你会发现，很多你以为的付出，其实是恐惧在替你行动。第二个停顿点，这件事真的非我不可，还是我习惯性把责任扛走？你开始意识到，世界不会因为你拒绝一次就判你死刑。第三个停顿点，我现在的投入是在创造价值，还是只是在维持表面和平？当你开始问这个问题，你就不再需要靠忙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你第一次把精力交回自己手里。第四章，觉醒行动，停止被消耗。如果不改变，代价会悄悄收取。精力被榨干，忙碌却无进展。
情绪长期不稳，容易被小事牵走，决策拖延，不敢说不，关系越多越孤独，失去自我信任。觉察就是开启新版关系系统的第一步，不需要一开始掌握所有方法，只要开始观察自己，主动选择。4步觉醒行动： 1. 记录冲动与选择，停1秒问自己，这是我想做吗？还是就系统自动反应？ 2. 识别关系消耗等级，列出近期关键互动标记，增值关系 vs 消耗关系。观察模式。 3. 设定小边界，每天坚持1件小事说不，你会发现拒绝让自己更有力量。 4. 重新定义付出，区分真心付出 vs 自动行为，每一次投入都带有选择意识，而非盲目消耗。第5章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人际关系。这一系列不教你讨好任何人，也不教社交技巧，它只会让你看见一件事：你在人际关系里的很多反应其实不是性格，而是系统。下一集我们正式进入人际关系系列第1集。你不是难相处，是系统旧了。有些人会在这一集之后第一次开始怀疑，也许我一直怪错了自己。你在人际关系里最常对自己说哪一句话？ A. 算了，忍一下就过去了。 B. 反正我也没那么重要。 C. 只要不吵架就好。 D. 是不是我太敏感了？ E. 这些话我每天都在对自己说。写下字幕，不用解释，这不是给我看的，而是你第一次听见自己。如果这支视频让你意识到，原来问题不在我，而在过期的系统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加转发，觉醒思维，对自己说，这一轮关系我不再硬扛。